680分，于北京大学的环境学院。689，于清华大学生命学院。清华大学的今年大一新生，我是保送的。你以为这是什么高考放榜现场吗？但其实是。大家好，我们是 PKU 火星守护团。在火星演唱会南京站，我们听到了这样一段话。我看到了很多人会问，就是说啊，喜欢华晨宇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喜欢我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一群心中有爱，充满勇气，并且坚持热爱、拥有坚定的信念的人。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采访不同类型的群体，通过他们的故事，来还原火星的多元与绚烂，来描述火星人的爱与勇敢。第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几位来自不同高校的同学，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火星故事吧。是680分，689。我没有参加高考，我是保送的。658分，我是630分，649，646， 655。我叫郭彤颖，我叫刘美婷，我叫牛一彤。我的 ID 是萤火手心杠对溜溜球，但是并不重要，太长了。同济大学，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目前在读大3。南开大学商学院，读于北京大学的环境学院，天大的建筑系。于清华大学生命学院，于厦门大学药学院，清华大学的今年大一新生。读于天津大学，是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现在刚刚从中科院硕士毕业，入职了一家大厂。入职之后第一次回火星，然后就不同于以前就是从容不迫的感觉，这次就很特种兵，当天去当天回，非常的幸福和快乐，每一次回火星都是这个感受。我的不一样，就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那场第一次抢到那场的票。肯定不一样，因为毕竟是被邀请过来的，就是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回的，这一次的话是就好多认识的，有就是清华的同学、北大的同学，大家一块回，然后我觉得比较温柔。我之前都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就北京、上海那些，这次是一个人来的，但是感觉很有归属感。一个人去吃饭，然后餐厅里全部都是火姐，然后就都会打招呼，就很高兴。其实来南京的话，感觉就是这个火星氛围很浓重，大家都是在草坪上，就是互相的聊天啊、拍照啥的，就感觉氛围很融洽这样。在快男的时候入坑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漫长一点的过程，就是从15、16到17、18，就是怎么说反复的爱上。是在16年，就是6年级的时候看《天籁之战》第一季的第1期的《流浪记》，然后当时听到第一遍的时候就觉得被它吸引住。其实是通过《天籁之战》这个综艺像《易燃易爆炸》呀、《互相的语音》、《夜半歌声》，反正很多翻唱的歌都挺好听的。在高中的时候不让拿智能手机嘛，会下载一些 MV 的音乐，平时学习的时候会听一点，就慢慢也就成为一个火星人，大概应该有6、7年了，应该算是。18年歌手粉7天播出后，当时歌手的第4期直播光速入坑。2018年的歌手初3的时候成为了火星人，他陪我走过了中考和高考。18年大概暑假的时候，在补明日一，一开始是只专注于选手，后来发现导师的魅力无人可挡。我18年当时没有手机住校，然后跟同学一起用电话手表插的内存卡听的《寒鸦少年》，然后也是在18年成为火星人的。初3的时候，然后压力非常大，刷 B 站摸鱼，然后就是看到了那个寄生人格，就是那个海口标王那个，然后就是在认识他那一刹那，我觉得就喜欢上华晨宇了。是初3的时候，20年当奶之年，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他。高中的时候，他一直是我的动力，就这样，然后一直陪伴到了现在。很简单的2个字吧，个性。
他的性格或者说人品吧。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做事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吧。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像人说的那样，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怪喜欢的让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很坚韧，散发着正能量，给我们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上面，对于生活的一些观点呢，也能支持我去坚持下去。应该是他的不被定义，因为华盛宇148嘛，就是他的每一面都是他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生活中要做一个不被定义的人。他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娱乐圈的人的一种自由和洒脱，然后这是我觉得很难得在他身上看到的一种气质。一直坚持自我，并且对所有的工作都认真的态度，而且也一直自由。就是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自由在高处，我就特别能够形容他，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足够优秀，所以就是他能够坚守自己的独特，然后能够享受这样一份自由，就很羡慕。我的白月光，18年歌手第5期的《孩子》，这个很简单的一首歌，然后让我就感到特别的感动。我选神树吧。就一定要选 Top One 吗？我选不出来一点。因为是真的，就是19年在海口的时候，就第一次听，就能很明显的听出来他想表达的那个意思。那肯定是风之海。其实挺多的，但我最喜欢的是烟火里的尘埃。我是听过他的合唱的，就感觉这首歌就是大家合唱就非常唯美，都很喜欢。就是最近的话，比较经常听《花落时相遇》。分阶段吧，就我当下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就会喜欢一个跟我当下的心境比较像的一首。最近的话，我当世界忘了我这首歌会比较多一点。最喜欢的，天哪，这个说不出来，每一首都超喜欢。这风之海吧。忘记什么时候了，反正就是黄昏战神，黄昏战神，黄昏战神。那还是黄昏战神吧，有点太惊艳了。那个落日战神，我当时虽然是留守儿童，但是我在那个微博上刷到那一刹那，然后我在家里面爆发出惊天尖叫。赛博祭司无人可挡，赛博祭司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就一种 callback 18年的感觉，然后对最初的爱开始的地方。鸟巢9月9日开场的那个后背很多绑带的那一套造型，那个蓝色的。我也是这套，但是我记得怎么10号呢？就是蓝色，因为9号嘛，反正就是蓝色的那一套，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质感，然后也非常衬他的气质。海鸥，大大必须是蓉蓉。我非要选的话，那就炸炸或者是海鸥吧。蓉蓉实在太可爱了，太乖了。一个是炸炸是白月光嘛，海鸥的话，霸总怎么都不爱呢，对吧？可能是19年巡演之后小爱那段时间吧。那段时间我刚好大3，然后课业压力也特别重，然后真的就是我是属于第一波被小爱陪伴走过来的人，然后就听着他那个在演唱会的现场，真的每天都靠着那个支撑下来。我是就读于衡水中学，然后那个地方它是比较压抑的，然后在高3的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就非常的差，每天好像就要被压垮了一样，然后就每天就想着怎样去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父母知道我喜欢华晨宇嘛，然后他就给我买了很多华晨宇的周边，然后送到我的学校。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是有盼头的。最起码如果我考到，就是当时我有过想过就是放弃自己的理想啥的，然后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就觉得我考到清华的话，最起码在鸟巢的话会方便很多。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一个是学习压力很大，然后家庭情况不好，然后精神状态压力也很大，就是怎么说，他的那种能量和他对于各种事情以及困难的态度，属于是我能坚持到现在的一个主要的能量来源。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刚刚从家来很远的，然后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然后北大里面到处都人才济济的，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那种不适应，然后也很孤单。然后但是呢，一来就去了鸟巢看演唱会，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归属感。然后我就每一次回去，只要一难过，我就开始期待下一次的演唱会，我就觉得这是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世界了。就是在高三的时候，然后肯定有压力嘛，然后就他当时唱的那首《美好的事能不能发生在我身上》，当他唱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哇，一下子突然又能继续学了。初三，然后是高三准备保送的时候，然后一直在听小花落，特别温暖。然后我就是在保送完，然后给我们班剪毕业视频的时候，BGM 里面基本上都是大哥全塞进去了。有点伤感，就是《小镇里的花》这首歌嘛，可以说是悼亡一个亲人。然后我在今年也有这样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然后会感到很不一样的鼓舞，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样的事情了也会更加坚强。高三的时候，我其实每一次学校要求写那种座右铭或者就是激励自己的话语，我每一次写的都是走一起去看日出吧，因为我最开始我的那个座右铭其实是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然后正好后面就是有这首新歌之后，就它特别能够代表我们对理想的一个追寻吧，就激励着我，就是在学习上发奋努力。就刚刚不被定义，自信和坚持己见。一个是就是他做事的完美的那种态度，就是什么都要做极致的那种，完全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怎么说？一个是包容，一个是不理解，一个是叛逆。我觉得这个点也是给予我，就是能够让我学艺考之类的坚持到现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就是外面有很多声音，但我们同样要坚持，就是做自己。对，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对，他过得比较随意、比较自由的这种状态吧。我是一个就是特别容易焦虑、特别紧绷的一个人，就是追随他比较久了之后，就慢慢从他身上就是吸收到了这种气质，然后感觉现在就过得也比较自洽、比较舒服。就是我在高三每一次考试，出范文的时候都会把他的歌词写进去，并且在立意的时候也不自觉就被他的思想所影响。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写一个关于网络世界的利与弊的主题，然后我当时的主论点我就写的是性向善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所以这是他的思考，他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深度的转变吧。有2个瞬间不相上下吧。第一个是我18年9月7号下午我去蹲彩排，然后他过来了，坐着那个延展台，然后就飞到我们头顶上。我当时拿了一个小望远镜，结果在望远镜里和他对视了，然后那一瞬间真的是触电的感觉。在21年的那个他出关的那一场，唱那个飞行指挥家，在那个是PEL 的现场吧，应该是那个时候就说大家一起活着。他在21年开扣的时候，当时不是疫情，觉得他当时能做出那种决定，非常的觉得就是双向奔赴。考中场今年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新铺的草坪上，大家一起在那里蹦迪的时候很快乐。 4月8号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跳泥巴吧。当时因为抢前排猛的一下进去，就直接整个裤子全都是泥巴了。婚纱火姐上台的时候，我正好在前排，真的就是很近的目送他们走上去，就那种感觉真的太幸福了，就好像那个人是我一样。男火姐穿婚纱，或者说有七八岁的火星人，对这个感觉对我印象都挺深刻的。大家在开场前喊那个欢迎回家，然后就是你在那场会感觉到就是一层一层的声浪涌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还没开场我就哭了。那就是大家围起来跳小篝火，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在其他人的演唱会上出现的，我觉得也不可能在其他场面出现，但是就在大哥演唱会上，我觉得这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但是又非常的震撼，就是大家都不认识，然后但是手拉手围在一起跳小篝火。长沙下雨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小华把那个麦克放到那个雨伞上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感觉世界非常的安逸而且幸福。火星就从你踏进了火星开始，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一样，就是大家都相互的信任，以自己最大的友善去面对他人。就比如说在上海的鲁迅公园，
就能看见门口就对着很多火星人的行李，大家完全不会担心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这里人和人之间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善意。就是这一次我没有给父母说去参加火星演唱会嘛，都是自己通过一些外快自己赚钱来去偷偷的参加。19年就是一个人跑海口吧，一直都在北京长大嘛，然后几乎就没怎么出过北京市，然后就是第一次跑出去还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没有跟家里人报备。整个事情本身就很疯狂。这一年就是巡演，就除了成都场，其他的场我应该都在，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跑到各种地方去看。这件事情本身就很 crazy， 而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属于我们的一个最幸福的一个乌托邦，我感觉就是既浪漫又 crazy。这怎么能冲突呢？绝对不冲突。不冲突，就是可以说我能走到现在，就是他的精神在陪伴着我。因为当时说实话，到了高中之后，你说要考这个学校吧，大部分的就是包括家人什么的，其实支持性并不大，就是一直就是能让我保持一个自我，并且能够有力量坚持到现在的都是他，所以我感觉就是完全是一个助力，而且是非常正能量。当然是不冲突的。追星首先是由于我欣赏我所追求这个人有我喜欢的品质，或者我想要去成为他就比如小花所唱的歌声里面的某个形象、某个人、某个品质。所以呢，正是这些歌声里的东西让我的学习生活就更加的有坚定、有力量了。我觉得是不冲突的。首先他们两个他就从来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你追星是追星，学习是学习，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永远在学习，他总有放松的时候。那有的人放松的时候他去选择各种娱乐的方式嘛，那追星也只是娱乐的一种。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一个人就从来都没有娱乐过，只是一直在那里学习，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生尽管他可能会就是创造出很多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让我去选择过那样的人生的话，我是不愿意的。然后还有我觉得追星它能够给学习带来一定的动力，我觉得在真正的去完全的对学习永远保持一个热情的人是非常少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在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坚持学习之后会感到一个疲惫，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来给你打一剂兴奋剂。然后在我这里我觉得追星就是那个不停的在给我打的那一剂兴奋剂。我觉得不冲突，因为我觉得追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像我们学习啊工作啊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如果说连生活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学习工作就没有什么意义。一般是先甩那个黑白艺术家啊，然后就是说不理解是你的问题啊，不是其他人问题，然后在我面前不要说类似的话，否则给他一巴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嘛，我总不可能强迫每个人都喜欢花花的音乐，这也不太现实。我可能就会首先去介绍他们去看一些综艺，就是了解一下他的音乐，像这个《天籁之战》、歌手、名人之死，然后《生生不息》、《宝岛记》这些综艺。如果实在不能了解的话，那就只能没办法了，因为确实像花说的，他的歌可能不要挑这个听众，我感觉对，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这个。说的就是一定要在大学定好目标，然后就朝目标前进就好了，不要考虑太多的别的东西，让自己就是变得太复杂的，要享受大学的生活，对吧？然后为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去努力。对于小花来说，她肯定也是想要我们去做好学习的事情，才会有这样一个学霸专区嘛。一定要平衡好，追星和学习不冲突。要追随大哥的脚步，把大哥当成一个引路人，认真学习，因为我们喜欢的人很优秀，所以自己要变得很优秀。大家要好好的去权衡一下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因为很多的现在的家长会对追星产生一个意见，或者说是整体的环境是对追星抱着一个消极态度的，不要被这样的言论去困扰，你自己做好权衡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尤其是那些正在上高中的火星人，或者说是更小的火星人，大家要做好一个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要沉浸就是在网上跟一些蚂蚁吵架，就是
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还没有高考的话，就是希望你们就还是以学习为主吧。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参加这个火星的演唱会，来和花花一起去经历一些事情。然后对于刚进入大学的话，我觉得就是做一些事情要有自己的态度吧，不要就是被很多外界的声音影响，像我管你唱那样，就是不要在意太多别人的看法，然后自己心里有个目标，坚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行。大学是很广阔的天地，希望他们能够享受大学的生活，然后不要太焦虑，就是成为想要的自己吧。认真对待自己生活的每一天，然后在好好学习，同时也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善待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还说好了一起要看日出。好好吃饭，注意身体健康，然后我们火星人都爱你。一起坐大坐强。想对他说好好吃饭。没有了，太瘦了。对，感谢他这么多年的陪伴，然后他真的激励了我很多。希望他知道我，因为他有在变得更好。然后就是希望，就是他能更多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的行事，不要被这个世界太多的束缚。希望他能够自由、健康、快乐，以及谢谢他这么多年的怎么说陪伴或者是付出吧。感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哎呀，天哪，千言万语，一句话，选择你没有错。快成语，一起去看日出吧。你记得我最纯净的轮廓，握住小小风车和放肆的梦。华山还是弟弟？华山。吉吉小荣还是海鸥哥哥？海鸥哥哥。长发组还是短发组？长发组。宇宙厨神还是亚洲舞王？亚洲舞王。代言人还是小茂？小茂。红面包还是土面包？红面包。要七七还是有新歌？有新歌。你这样有新歌，要新歌。